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30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谈呢美国呢对中国武汉发生的这个冠状病毒呢，它的一个评估。从美国总统川普听取美国的专家的汇报，包括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取消了对中国2月份的一个访问，以及全球从中国撤侨、停飞中国所有的航线。看全球应对中国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所波及所产生的一些影响，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二个话题是谈到英国已经决定部分选用华为的5G 产品，这个决定就完全破坏了美国和英国他们应该遵守的一个五眼联盟的他们一个合作的同盟。那么同时美国抓捕了一个长期为中共服务的美国哈佛大学他的一个化学系的教授，一个利伯博士。这个博士他受到中共2名潜入美国的，其中一个是女军人，还有一个是哈佛大学的学者，3个人共同成为这个案子里面的被告。那么这个利伯博士现在已经被美国已经控告到法庭上去。那么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世卫组织还仍然没有把中国定为疫区，所以说我整个节目里面的准备是按照世卫组织没有把中国定为疫区来制作的。但是就在我这个节目已经制作完毕，准备上传的时候，刚刚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总干事长谭德赛，他在日内瓦宣布，世卫组织已经认定武汉肺炎的疫情构成了全球紧急公共卫生的威胁，然后世卫组织就正式宣布，武汉发生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为国际关注的突发的公共事件。I'm decla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over the global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becau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But becau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ther countries. Our greatest concern is the potential for the virus to spread to countries with weaker health systems and which are ill-prepared to deal with it. Let me be clea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in China. On the contrary,WHO continues to have a confidence in China's capacity to control the outbreak. I'll repeat this. Let me be clea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in China. On the contrary, WHO continues to have confidence in China's capacity to control the outbreak. 这个简单一点理解，就是中国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疫区。当然了，谭德赛在整个讲话里面是不敢得罪中共，他一再讨好中共，他分2次重复的表达了，就说整个做出这个决定不是针对中共，中共做得很好，我们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些防御能力比较差的国家。世卫组织提醒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公共的紧急事件，你们要防御好。中共做得很好，我们对中共很有信心，中共在习主席的领导下是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瘟疫的。因为这个谭德赛呢，他每一句话都要看中共的脸色，所以世卫组织到了今天不得不宣布中国为疫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世卫组织真的是在中共完全的控制之中。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节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呢，他在昨天宣布了取消他2月份即将访华的计划。本来呢，罗斯到中国2月份访华呢，是来敦促中国呢执行中美贸易第1阶段协议的。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发生了大面积的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那么罗斯呢，第一呢是取消了他到中国来的计划，第二个，美国现在要重新评估中共呢，他还能不能履行中美贸易协议呢第1阶段协议里面的各种内容。因为按照原来签订协议里面的要求，就是在1个月之内，中方必须就协议签订的有关内容进行完全的履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才表示中方正式开始履约了。川普总统呢，在达沃斯论坛上面曾经说过，如果1个月之内中共不履约，那么美国会考虑退出这个条约，也就是撕毁这个协议。美国该加税就加税了，就不跟你中国去等待了。但
但是现在发生了中国突然有来这个疫情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现在变成大规模的冠状病毒，在中国各个城市都在传染。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中共能不能履约呢？能不能履约跟世卫组织是否宣布中国为疫区有重要的联系。为什么？如果说世卫组织，大家都知道世卫组织完全是中共控制的，为什么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干事长叫谭德赛，他跑到中国来，他武汉他不去，疫区他不敢去，他跑到北京只要接受习近平的指示就行了。整个世卫组织这么多年来都完全被中国控制，不是控制了这一届。中共加入世卫组织这么多年来，中共通过他自己对世卫组织的渗透，对世卫组织的各个领导人，对他们个人的扶持拉拢，完全把世卫组织变成了一个中共能够控制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当年SARS非典的时候，世卫组织就完全受中国的摆布。那么这一次就更明显了，这个谭德赛在中国已经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灾情，已经一个上千万的城市都封闭了嘛，全世界都从中国撤侨的情况下，他到目前都没有宣布中国为疫区，宣布还是不宣布中国为疫区，他要听听习近平的想法，听听中国的指示。那么中国呢，现在在疫区这个问题上面也是感觉到呢进退两难。为什么呢？如果宣布中国为疫区，那么毫无疑问，全世界都会从中国中断跟中国的航班，都会中断跟中国的交通，包括航班，包括轮渡，包括经济往来，包括那些发货和到港的各种物资，它通通都会形成一个中断。这样也就是人员交流完了，那么货物运输也完了，也就是整个中国就是封闭的。而且中国人现在到任何一个国家机场都要受到严格的检疫，因为你来自疫区嘛。而且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中国正常履约的合约呢，都可以往后推迟。这就是说，如果宣布为疫区，那中国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对中国的好处就是什么？如果宣布为疫区呢，中国就可以抵赖掉美国的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了。因为按照世卫组织的章程，就是一旦被宣布为疫区，那么疫区国它原来履约的正常的这个协议呢，都可以往后推迟。这样也就变成中共如果是世卫组织把中国宣布为这个传染病感染的疫区，那么中国就理直气壮可以跟美国讲，我们之间的这个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中国就不履约了，没有履约能力。因为我们现在是疫区，我们要抗灾，我们现在首先要解决我们的传染病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本来能够履约的这个过去所准备的那些物质条件，现在全部改变了。这就是说，中国是否成为疫区，它现在对于中共来讲是两难的。也就是如果赖掉美国的合约，当然可以宣布中国为疫区，但是中国一旦宣布为疫区以后，毫无疑问，全世界对中国就封闭了。那么如果不宣布疫区，全世界对中国是不是不封闭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基本上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对中国直飞的航班已经全部停了，英国停掉了，美国停掉了，加拿大停掉了，澳大利亚停掉了。也就是说，世界上主要国家、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上把中国的航班都停掉了，因为你世卫组织你没宣布，但是人家等不了啊。不能等你宣布，大家都知道世卫组织被中共控制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共现在就要考虑是不是干脆宣布吧，因为你不宣布，人家跟你之间的所有的经济往来也停掉了，航班也停掉了，所以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已经被全世界封闭住了。那么这个谭德赛他自己不敢宣布啊，他跑到北京来，他首先来见习近平啊，要习近平对他做指示啊。有一张图你可以看到，谭德赛跟习近平坐的靠得很远啊，靠那么远干什么？究竟是习近平怕传染上谭德赛，还是谭德赛怕习近平传染上他？因为习近平现在看的情况也不好了哇，咳嗽不断哇。所以现在世卫组织是否把中国宣布为疫区，成为了中国是否可以跟美国继续履行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议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目前世卫组织正在开会，他们讲他们会最后评估中国疫区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做出一个是否宣布中国为疫区的一个决定。那么不管世卫组织他怎么做啊，美国已经是高度戒备。昨天晚上川普总统在白宫战情室听取了关于武汉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汇报。白宫战情室啊，它主要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啊开会的一个地方。这个大会议室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美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那时候观看斩首本拉登啊、斩首巴格达迪啊，包括无人机执行斩首苏莱曼尼，所有美国高级领导人都是在这个战情室里面进行观看和进行讨论的。所以说，在这个战情室里面讨论的问题都是美国国家最高的机密。显然，川普总统在听取美国的这些防御专家们的汇报的时候，他们所有汇报的资料都是美国绝对的机密。
也就是说，美国是高度研判中国这一场冠状病毒它会持续多长时间，对中国有多大影响，对美国有多大影响，对全球的经济有多大影响。那么目前来讲，可以讲整个这个疫区呢，它是失控的。中国的这个冠状病毒目前来讲还属于一个爆发和肆虐的高峰，因此呢，在全国现在都形成了呢叫严阵以待。但是所谓严阵以待，只是口号喊得好听啊，实际上在真正做着，很多人对这个病毒是不了解的，包括医护人员啊，所以很多医护人员就躲啊，就不敢上啊。那么上海华山医院有一个主任，他在接受一个电视采访之后，他就明确的说，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把年前投入防范冠状病毒的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一直坚持到至今工作的所有一线抗击的所有医护人员，他要求把他们全部换下来，让共产党员上。他说，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最初对疫情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冲在前方，很多人都受到了感染，还有很多人他们因为长期的坚持在岗位上战斗，本人已经疲劳不堪。所以目前来讲，轮到共产党员上了。主任就说了，我不管你当初是什么原因入党的，你现阶段你是为了党的信仰也好，执行党的纪律也好，你现在都得上，因为共产党员就应当在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冲在第一线，而不能把这个危险留给别人。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就要求所有华山医院里面的共产党员的医生护士，共产党员的那些骨干，你们上，因为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我去查访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点，要消除我们医生的恐惧，就是说你主任老是在后面指手画脚，不进去跟病人的亲密接触，然后让我们老是在危险的第一线，我怎么可以接受呢？所以我们今天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自己每个星期要进去查访，这是至少1次到2次，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今天做了第2个决定，换岗，把所有在年底到现在为止的医生全部换掉，全部换岗。这一批都是了不起的医生，在对疫情的风险性、传播性、它的致病性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子把自己暴露在这个疾病的前面，暴露在病毒的前面。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医生，所以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所以这一次我做了一个决定，把所有的岗位的医生全部换下来，换成谁？换成科室的所有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宣誓的时候不是说吗？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迎着困难上。我说现在开始把所有的人都换下来，共产党员上，再给我做出自己的样子来。所以我前面还开了个党小组的会议，就是说共产党的口号你平时喊喊可以，这个时候你平时入党，我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对不起，现在你马上给我上去，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都得上去。心理上要为了信仰上去也好，是因为党的约束上去也好。这华山医院主任讲的就非常好啊！共产党员不是讲吗？要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现在党的事业就是挽救病人，就是让你们冲锋陷阵嘛，就是要你们为党光荣牺牲嘛。这时候党员干部就应该上嘛。那过去很多不是党员干部的都被你们认为是那些表现不好的那些医生，那么他们为什么始终是冲在第一线的？武汉市处理的8个那个造谣者，一开始很多人都以为是普通网友，现在才知道他们实际上全部是医生啊！他们至今都全部战斗在第一线，而且有一个已经感染上病毒。这些人都是最专业的、最可敬的一些医疗人员。共产党当时去威胁和处罚他们，他们完全是在他们自己的一个专业群里面、一个微信群里面做一些专业交流。这些专业交流就被武汉市公安局把他们当作谣言传播，把他们全部处理了。这8个人实际上是分属当时的3个群，这3个群分别是武汉大学临床04级群和协和红会省内群以及肿瘤中心群。这个群里面他们都是专业的医生，都是他们医学院的同学同事，他们在一起集体讨论他们现在遇到的这些为难的这些疑难病症。他们这个所谓在微信群里面散布的谣言，通通都有诊断书，通通都有各种影像资料。这8个人至今都战斗在抗击这个疫区的第一线。武汉市警方说有人举报他们造谣，我根本不相信。谁举报的？警方你能公开一下举报的人是谁？有哪个医生或哪一个同学那么无聊，会在自己一个专业群里面大家共同讨论一个病案的去举报给你公安局？
你公安局你抓人，你只是你维稳的需要，只是你控制言论的需要。最高法在他们官方的微博里面说是讨论了一下关于这8个网友，他发布了一个解释。他这个解释意思就是说，这8个网友呢没有那么大的错，虽然呢他们讲的东西不一定完全得到事实验证，但是呢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其实哪有那么多废话呢？武汉市公安局应该立即问责。对当时处罚这8个网友的警方的相关人员，立即应该以渎职罪来问责。去拘留所的应该是这批警察。如果当时武汉警方重视了这8个所谓造谣者的谣言，今天会死那么多人吗？武汉一个上千万级的城市，需要现在开始来封城吗？所有网友就给武汉市公安局送了一个段子，说泰坦尼克号沉船以后，那个获救的有一个观察的水手说，我老早就在潜望镜里面看到一个白白的东西啊，好像是冰山啊，但是工作纪律告诉我先不能说啊。记者就问他，为什么？你的职责不就是预警吗？他说对啊，但是船长下命令，我不得发布任何未经核实的消息啊。那记者就说怎么核实？他说撞一下试试啊。结果撞过了，泰坦尼克号沉了。今天武汉也是，8个网友已经预警告诉你们，现在武汉即将爆发大面积的这个冠状病毒，但是你们把它当作谣言抓了。今天知道他们是对的，但是今天知道他们对的，是不是别人就不抓了？你看整个日本撤侨，就是有人赞叹日本撤侨，日本政府为民众负责，做得好。有人在网上就发布了一句“安倍是我亲爸爸”，就这句话，派出所就抓人了。我就不懂了，安倍是我亲爸爸这句话，你凭什么抓人啊？当年郭沫若喊斯大林是亲爸爸呢，那时候郭沫若专门写了一首诗，说是感谢斯大林，斯大林就是我的亲爸爸。请问郭沫若为什么不抓起来啊？人家赞叹安倍作为一个首相保护自己国民有什么错吗？凭什么抓他吗？难道俄爹是爹，日本爹就不能是爹吗？中国现在就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嘴巴上喊的叫人家武汉加油，行动上就要人家武汉人滚。一个可以允许带着艾滋病病毒的外国人、非洲人可以自由进出的国家，却对自己祖国的人把他们抓的打得抱头鼠窜。网上很多语言都说武汉人就应该去死啊，牺牲你们这1100万武汉人，可以确保我们14亿中国人啊。那武汉人死完了，下次就轮到你所在的城市人死了，同样也是为了保14亿人啊，你死不死啊？中共统治下70年的中国，实际上已经给中共演变成一个互害的社会。共产党就喜欢挑起那种底层互害的仇恨，然后你们底层之间互害呢，最终就是你弄死了别人，政府才把你枪毙了。你们2个家庭是无限的哀伤，共产党笑眯眯的又清除了2个低端人口。整个撤侨我们看到了，美国这架飞机已经撤到了美国，这个机上有很多人都是中国人。我们看到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上虽然打上了马赛克，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只是他们持有美国的护照。那么撤侨呢，中共是有严格规定的，撤侨夫妻双方，如果你中方的妻子没有外国籍，那你根本是不能走的。也就是现在被带走的，要么是纯粹的美国籍美国人，也就是那些金发碧眼的外交官，那些白人，还有很多就是中国大量的贪官和富豪，他们家的儿女、他们的小三、他们的情人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这种都被美国带走了。而真正的美国人，他们到中国来支援中国教育、支援中国建设，在中国娶了妻子的人，这些真正是应该受到帮助的人，他们完全被中共所阻拦。你看，凡是那些娶上中方妻子的，只要中国这个妻子还没有美国籍，他是不能走的。其中这次撤侨就有一个长期在中国支教的一个美国英语教师，他呢娶的妻子是中国人，他的女儿呢是在美国出生的，而按照这一次的规定，就变成他可以走，他的女儿可以走。他的太太虽然有绿卡，但是他太太没有美国籍。有绿卡在美国是可以合法居住的啊，是属于美国的永久居民啊，完全可以进入美国啊。但是中共不给走，中共认为他的妻子没有美国国籍，他仍然是中国国籍，所以中共不给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他们这个家庭的选择就是把他这个未成年的女儿送到美国，住到孩子的姑妈家，而这个美国丈夫他选择留下来在武汉陪同他的中国妻子。我可以讲，我看到这个情景，我一是感动美国的丈夫他能够留在疫区和他的妻子共度时间，二是我想到当时纳粹发生撤侨的时候，也没有不允许外国丈夫带走他的德国妻子啊。对比共产党和纳粹，你看看共产党是什么人啊？对比共产党和纳粹，你看看究竟是共产党坏还是纳粹坏呢？都说纳粹坏，纳粹有饿死德国几千万民众吗？有给德国的孩子吃毒奶粉，给孩子打毒疫苗吗？
都说纳粹坏，纳粹有把大把的德国马克送给非洲，送到国外，送到全世界撒钱吗？都说人家纳粹坏，纳粹有党卫军开到柏林的广场，把德国游行示威的学生用坦克车压死，用机关枪扫死吗？都说纳粹坏，纳粹有把警察化妆到德国的特区里面，然后把当地的示威人群往死里面打，把德国的少女大肆抓捕以后先奸后杀，然后让他们浮尸海面的嘛。都说纳粹坏，纳粹有把德国的城市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都封起来，然后全国追捕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把他们像逃犯一样追得抱头鼠窜的嘛。所以一对比，你就知道是中共坏还是纳粹坏。世界上能找出哪一个比纳粹更坏的中共来？中共他一边操控世卫组织排挤人家台湾，一边高喊的要像服务中国大陆民众一样去为人家台湾人民服务。那么你共产党为大陆人民服务，你是什么服务啊？难道台湾要接受你中共大陆对大陆人民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用机枪扫射这样的服务吗？就是要像武汉3镇1000万人口封城这样的服务吗？台湾敢要你这样的服务吗？台湾人民提出要求用包机撤回他们在武汉的300多个台湾同胞，中共根本不同意。他们要为台湾人民服务啊！你们都撤走了，他们为谁服务啊？你们这些没病的人，中共把你扣下来就是人质。如果真能染上病，中共就会把他们送回去，送回去以后就祸难你们台湾。谁让跟你们要口罩，你们不给大陆的。台湾因为自身防御的需要，他现在只储备了几千万个口罩。台湾有2300万人啊，他一人只能平均摊到有2个口罩的储存量啊。他哪有那么多口罩让你中国的小粉红在台湾照实买，一下买那么多呢？他供应不了你那么多给大陆吗？这样的话就引发了中国大陆的小粉红排山倒海的谩骂。其实我可以给蔡英文出一个主意的，你完全可以在台湾产的口罩上专门印上8964天安门大屠杀，印上香港人的5大诉求，印上台湾民主反对专制，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你看看，你把口罩的包装和口罩上面全部印上这些字，大陆来台的这些小粉红，他们还买不买？他们还敢不敢成箱子买了发给大陆？2020年，中共是率先毁坏了全球经济。可以讲，本轮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瘟疫爆发之后，白宫已经在28号要求美国的多家航空公司对中国、中美之间的航线完全停运。那么，随着美国、英国全部对中国的这个航线停运之后，加拿大也加入。加拿大已经宣布，从今天开始起，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班全部停止。意大利的一艘豪华邮轮昨天在罗马的码头停靠的时候，船上大约有6000人被禁止下船，因为呢，这个船上呢有一对1月25号从香港飞到米兰，在米兰登船的一对中国夫妻，他们这个中国夫妻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冠状病毒感染后的症状，所以说这艘船上的6000人目前来讲都滞留在船上，没有给下船，要对他们进行全部的检查以后，才可以决定这些人能否下船。这也就是豪华邮轮已经受到感染了。那么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也就是继各国飞机停飞中国之后，接下来停止运行的一定是豪华邮轮，尤其是跟中国人有关的豪华邮轮。虽然有些豪华邮轮它是在欧洲航行的，它并不是到中国来，但是这个豪华邮轮上很多中国人报名，中国人会登轮，因此来讲，所有中国人可能都会被排除在豪华邮轮如果继续航行它这个游程之外，也有可能就是豪华邮轮完全停运。也就是中国爆发的这一次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瘟疫啊，已经对全球产生了激烈的影响，在全球造成了极大的感染。所以说，全球很多大型连锁企业现在都纷纷的就停止停工，包括迪士尼，香港迪士尼也停了，上海迪士尼也停了，宜家在中国的所有门店都关掉了，星巴克关掉了至少有2000家门店，麦当劳是关掉了所有在湖北的所有的门店。这也就是说，大量的这些企业，他们现在根本就不敢开工，因为开工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瘟疫更大面积的这个扩散嘛。那么中共成立了中央疫情防卫小组，李克强作为疫情防卫小组组长到武汉去转了一趟，什么事情也没解决。目前来讲，可以讲中国所有应对这个防疫啊，就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方案。现在老百姓就让你们在家隔离，隔离就是你们等死，没有什么救治你的方法。很多人你现在就是拼你的体力，染上病以后你就拼体力，拼体力拼得过去你就活，拼不过去你就死。很多中共的大小官员现在都患上了这个武汉病毒，有很多官员已经实现了让领导先走。现在光湖北地区爆发出来的这种厅局级官员，现在受到感染的已经不是3例2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这些专家他们还出来要为中共洗地，说是武汉的疫情是可控可防。怎么可控可防？如果可控可防，现在为什么全世界所有主要发达国家都跟中国全部停航？全球最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敢跟中国继续发生他们的贸易和他们的人员往来。武汉的疫情现在已经传播到除了中国国内的所有省份，已经波及到全球10几个国家。钟南山曾经说过，什么叫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目前病因的源头都还没有找到，你拿什么去控制它？中国的疫情现在还在扩散，还很难知道今后的发展。那么国际上的合作呢？国际上的合作现在中国已经拒绝了美国给中国提供各种帮助，而且世卫组织到目前来讲还没有宣布中国是否是疫区，因此对中国的合作现在大家都是一种观望。但是英国呢，它因为已经正式通过了，它在明天也就是1月31号它可以正式脱欧了。所以说英国在决定脱欧之后，英国已经不顾美国对它的坚决反对，它已经正式在上一周宣布允许华为参加英国部分的5G 网络建设。英国的这个决策一下子就导致华为在英国常年耕耘了，它产生了一个初步的成果。而英国这个宣布，尽管它已经脱欧，但是对整个欧洲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德国和法国会跟进。美国呢很失望，因为蓬佩奥多次游说过英国，游说过欧洲，要求他们坚决不要用华为的5G 产品，但是英国仍然没有考虑美国给他们提供的意见，所以呢，美国呢相当的失望。其实美国呢，首先呢要解决自己自身的问题。你看，科比乘坐的这个西科斯基的直升机坠毁以后，起火的原因虽然没有最后认定，但是他这架直升机上面的很多部件，尤其是相当一部分部件都是中国制造的。这就让美国的航空专家在调研整个科比这个飞机直升机坠毁的这个事件以后，他呢产生了很大的质疑。美国一定要解释他自己的美国制造为什么有了中国制造参与之后质量就大跌。日本制造同样也是这样。中国制造在世界的泛滥已经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近20年来，中国自从加入 WTO 以后，整个假冒伪劣产品在全球波及，也就是中国人进入任何一个市场，它首先就是便宜。你任何产品，你跟中国你是比不了价格的。中国的产品就是便宜，它便宜的背后最终是下降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因此呢，由于全球化生产，美国的很多大型产业呢，他们都会把一些他们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部件让中国来生产，让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里面其中一环，然后全球化。而全球化的结果，也就是变成中国的产品充斥在世界上所有重要产品，包括飞机、轮船、军工产品里面，都会有中国很多产品的部件，而这些部件的质量是完全不能跟原来坚持制造质量精益求精德国、日本和美国来比的。但是中国因为廉价就可以占据很多市场，粗糙的生产过程替代了以往精益求精的美国制造业，快餐式的一次性消费替代了过去的精致和永久耐用。这是中国产品它用廉价冲击了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美国制造基本上就差不多完蛋了。航空工业本来是美国制造工业它皇冠上的明珠，但是现在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飞机，都不断的一架接着一架往下摔。美国为了追求高利润的外包，中国参与以后粗制滥造各种部件，导致的频频衰机。今年第1个月20多天里面，黑鹰直升机就摔了人家国军的参谋总长，前几天西科斯基直升机又摔了人家 NBA 的巨星科比。所以说，全球化的路是美国通向亡国的不归路。美国不与中国脱钩，就不可能扭转整个全球化，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如果美国没有制造业的优势，可以讲美国的科技、军工、美元的霸权都会陆续的坠落。中美不脱钩，依照中国的体量和所带来的各种商业收入，美国的产业资本一定会顺应中国的口味。因为中共它是逐步对美国的产业的资本慢慢施压的，可以讲叫温水煮青蛙。美国最终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多，中共的体制专业化、集权的这个效率高，同时有那么巨大的人力资源，它必然带来的经济价值就大，它就可以让美国获得更高的利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各种产品对中国的依赖已经上瘾。那么，如果美国和中国持续这种关系，他们不能把中国踢出这个产业链，不能跟中国脱钩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质量它是无法保证的，也就是像科比这样飞机再摔掉的这个悲剧还会再次发生。
现在不是美国高层对中共的这个威胁认识不清的问题，而是属于美国高层明明认识，但是他们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有时候为了追求利益，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的政治原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在昨天1月30号，他访问英国的时候，他仍然跟英国外交大臣的时候，他明确说到，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威胁。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ents the central threat of our times. It is an enormous economy to which the American economy is deeply tied. There is huge opportunity for us to do really great, creative, innovative business work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President Xi, has made clear that they have an agenda that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very values that Dominic and I have been speaking about this morning. 你看看蓬佩奥，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多么的清楚，因为蓬佩奥是作为中情局局长出身，他知道中共对海外的渗透，它不仅仅是把产品渗入到美国，关键是把你的科技盗窃走，关键是把你们国家重要的人员都俘虏走。美国司法部在1月28号就宣布，现年60岁的哈佛大学化学系的主任叫利伯教授，当天早晨在他哈佛的办公室里面被捕。利伯博士是全球最顶级的纳米材料专家，他任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多年，他被中共完全拖下水。中共是武汉大学跟他签订了一个外聘的一个专家协议，他成为中共千人学者外聘的一个专家。那么中共每年给他174万美元的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经费，然后让他帮助中共发展千人计划，窃取人才信息，帮助中共招募各类的美国人才，然后中共在每年给他发，每个月给他发5万美元，另外还给他一次性的补助15万美元，每个月5万美元，一年就是60万，一次性补助15万美元，他就是75万美元，也就是他一个人，他个人每年从中共获得的个人补助就达到了75万美元。75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啊？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40万美元啊，美国副总统的年薪只有23万7千美元啊，也就是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两个人加起来的这个薪水，美国人养他们的这个薪水加起来还不抵这一个利伯教授中共一个人养这一个利伯博士给他付出的个人的费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为中共卖力吗？哈佛大学在他被抓捕以后，哈佛大学就宣布利伯将被无限期休假。他如果获得保释，他是不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哈佛大学，也不能够以哈佛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外面从事任何教学和研发活动。那么这个利伯是怎么下水的啊？跟利伯这个案子有关的2个中国公民也同时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和起诉，其中一个人是29岁的，名字叫叶彦清，是中共的党员，是一个军人，他的军衔是中尉。这个人目前呢已经逃往中国，他被美国联邦法庭控告他签证欺诈、做不实陈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和串谋罪。这是这个女军人叶彦清。另外一个人就是网上已经报道过的哈佛大学的一个中国学者，30岁，他的名字叫郑兆松。去年12月份呢，他试图把21瓶病毒的样本密封包装以后藏在袜子里面，准备偷偷的呢带回中国，结果在波士顿机场飞往中国过程中被海关查获。目前郑兆松已经被美国法庭羁押。负责侦查他们案子里面取证的联邦调查局，就是 FBI 的特工，他提供给法庭的证词说，利伯在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的问题上，2019年就曾经对美国国防部做出过严重的伪造和欺诈的陈述。同年，利伯还参加了中国千人计划以及与中国武汉科技大学他隶属关系的问题上，他再一次向美国国家国立研究卫生院做出了一个虚假的陈述。利伯他实际上是两头吃啊，他每年从中共可以获得他个人有75万美元个人的年薪，获得174万美元的一个研究费用。同时，他从2008年起，从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家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了一共有1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所以说，这个利德他既吃美国也吃中共，从中共里面获得了高额的年薪，他为中共效劳。因此，为什么蓬佩奥讲中国共产党是本世纪是这个时间段以来对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共产党他通过他各种贿赂的手段，收买了世界各国的政要，包括世界各国顶尖的科学家。那么世卫组织的这个谭德赛为什么到现在完全听命于中国？也就是整个世卫组织里面的能够有投票权的、能够有决定权的这些高级官员，通通都被中共俘虏了。在这个情况下，
现在世卫在中国完全是失控，这个瘟疫已经非常严重，已经1000人的城市封城，全球的国家在中国撤侨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都不把中国宣布为疫区，你就可以看出中共对世界国际性组织它控制的有多么深，也就可以想象到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它的危害有多么大。如果是不能够认清中共，不能够铲除中共，那么下一个这种瘟疫流传的就绝对不仅仅是中国，也绝对不是波及这10几个国家，可能全球都会死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病毒制造的这个病毒中。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